大家好，我係貓哥啦。今轉嘅 Mini GT 車入面咧就出咗一系列嘅車啦。咁除咗 LB 之外咧，另一部咧就係現代嘅越野賽車啦。咁透過呢一部車咧，我哋理解到原來佢係一部混能嘅越野賽車啦。咁以及一啲細節方面，咁 Mini GT 咧其實不嬲喺細節方面啊，做越野車都相當穩定噶啦。咁今集咧，我哋就會一齊嚟睇下成架車嘅整體結構啦，以及細節上面嘅唔同啦。咁記得喺影片開始之前咧 CLS 啦 ，and the English subtitle is now available. Please enable the English subtitle feature. Let's go. 隨住 WRC 咧就進入混能時代啦，咁現代汽車亦都喺2022年咧命名咗 I20N Rally 1嘅一個混能型號啦。咁除咗搭載傳統嘅汽油之外咧，另外搭載咗100 kW 嘅一個電動摩打啦。咁最大輸出咧去到373 W 啦，咁能夠咧係令到車手喺短時間之內提供有足夠嘅爆發力之外咧，全車亦都採用咗全新嘅波箱啦，亦都用咗較為簡單嘅避震，車齡方面亦都較為改動咗唔少嘅，令到整體嘅行程減少之餘咧，喺車身方面咧就相反地咧就多咗70公斤啦。咁其實呢70公斤咧點解會有咧？係為咗迎合新嘅賽規而設嘅。咁其實今次呢一架車咧係參加咗歷史最悠久個蒙地卡羅拉力賽啦。咁大家亦都如果有睇我影片都有講過話，過往亦都有好多唔同嘅名車啦，都喺呢度出現過啦。咁呢一部車亦都係採用喺手輪空降嘅模式喺入面嘅。咁一開始嘅時候咧，其實係落後咗7分鐘嘅。咁雖然開始嘅時候咧亦都比較辛苦啲啦，但係最終咧亦都完成到佢哋想要嘅目標嘅，甚至咧擊敗咗 Toyota 嘅 GR 系列嘅車啦，咁展現出非一般嘅毅力嘅。咁好啦，我哋睇下成架車嘅整體結構啦。好啦，大家已經見到呢部車啦。咁其實咧 Mini GT 咧平時對於一啲精密拉花嘅方面咧都相當穩打穩紮噶啦。咁今次其實咧都係做得相當之唔錯嘅。咁睇翻資料啦，咁其實2023年蒙地卡羅嘅版本咧就係咁嘅樣啦。咁2024年咧或者03年尾打後嘅咧，佢喺一個拉花上面都係用翻呢個我哋叫做幾何迷彩嘅狀態啦，附上一啲好似我哋叫做電腦版嘅效果嘅圖案啦。咁我就比較中意呢一款較為簡單啲嘅。嗱，咁其實整體嘅外觀上面啦，用上咗 N 部門嘅招牌天藍色啦，配上一個深藍色嘅花，以及一個我哋叫做彩度比較偏橙嘅紅色啦。咁上面咧車頂部分咧都有大大隻嘅 N 字啦，令到你喺信仰方面咧加持咗唔少嘅。嗱，咁整體車身方面咧非常之精密噶啦，咁基本上咧非常多嘅地方啦。咁我會由頭講到落尾嘅。我哋先從車頭嘅部分講起。好啦，我哋嚟到車頭嘅部分啦。咁其實第一個地方咧，當然我哋要睇翻啦，對比起翻2022年嘅版本啦，2022年嘅水箱咧就較為複雜嘅，去到03年嘅版本咧就化繁為簡啦，就變翻咗而家我哋睇到嘅效果啦。咁 Mini GT 咧喺整體嘅車嘅水箱位置咧，依然有俾足料俾你之餘咧 ，N 字嘅清晰度咧比起過往亦都更加公正嘅。咁呢一點亦都大家所見到嘅嘢啦。咁第二點咧，當然就係車頭呢一個位置啦。咁其實咧，我哋側側地睇啦，咁樣睇啦。係啦，車頭側側地咧，另外一個最值得留意嘅部分咧，就係2022年嘅版本同23年嘅版本咧，最大分別就係車頭呢一個位置啦。咁唔好睇少呢一個部分啦。咁其實一邊咧可以將多餘嘅氣流咧帶入去水箱，另一邊亦都進行冷卻，再將多餘嘅氣流咧經呢一度流走嘅。咁呢一度咧亦都做得非常之好啦。大家可以睇到佢突出度咧，比起以前咧係短咗同埋尖鋭咗嘅。咁呢度亦都睇得到啦。咁再嚟到嘅話，當然就係車頭冚嘅部分啦。咁其實咧，整體嚟講，如果大家有睇翻我過往嘅頻道都知道啦，車身拉花上面咧佔嘅比例最大嘅咧，咁當然就係最大嘅贊助商啦。呢一個咧現代嘅，我哋叫做大家會以為現代未現代咯，現代仲有啲乜嘢？現代仲有一個叫做零件供應商嘅，咁就係呢一個牌子啦，莫 base。
Mobis 好似叫，我唔記得咗係咪咁樣讀啦，係啦。咁另外啦 Shell 嘅拉花咧依然都係有保留到俾你啦。最重要嘅當然就係，既然叫得蒙地卡羅呢一個標誌性嘅圖案一定要喺度啦，咁啊大家可以清晰見到啦。另外，2022年嘅版本咧，其實個日間行車燈咧係有所唔同嘅，同而家我哋眼見嘅23年嘅版本啦。咁其實會有6粒嘅 LED 嘅日間行車燈啦。咁 total 有2盞嘅。咁呢一度咧 Mini GT 喺呢個位置有還原到之餘咧，最重要其實咧整體嘅車頭佈局咧係有少許嘅改變嘅。點解咁講咧？第一點就係呢一個我哋叫做帶動氣流嘅氣流嘅線條啦。咁過往2022年嘅版本咧就係起角嘅，咁嚟到23年嘅版本咧就會有大型咗一啲彎少少嘅我哋叫做梯形嘅設計啦。咁呢一度咧亦都係有還原到嘅，咁所以咧喺一啲細心位上面咧眼睇就好似冇乜分別，實際睇咧就真係有唔同嘅。咁我都花咗一段時間去做資料搜集啦，先睇到兩架車之間嘅分別係啲乜嘢啦。好啦，嚟到車側嘅部分啦，咁其實整體車側嘅佈局方面咧，就用上咗一個幾何迷彩啦。咁其實過往22年、23、24年嘅拉花咧，其實亦都相似嘅。咁但係21年嗰個版本咧，就會再少啲結構啦，就變咗啲好似真係迷彩嘅效果啦。咁23年嘅版本咧，對比24年咧，又會有少少唔同。啱啱都有講，好似有啲電腦版嘅設計啦。咁嚟到23年嘅版本，我比較中意嘅呢一個版本係簡單，令到你清晰可以睇到車身上面嘅一啲贊助商啦，以及一啲結構方面咧，亦都唔會咁複雜嘅。咁另外咧，值得留意嘅當然有幾點啦。第一點就係喺個車鈴嘅佈局方面啦，車胎同埋車鈴嘅大細咧，比起以前咧更加靚仔啦。離地佢嘅感覺亦都適中嘅，唔會俾你感覺好似成架車組裝唔均勻嘅感覺啦，完全消失晒㗎啦。去到而家今時呢一個技術方面啦。咁第二點裙腳嘅部分啦，亦都有做到輕微。佢做咗消光嘅配色啦，大家可以從一個呢一個角度光影嘅位置咧，大家可以見到咧，其實佢有做到微微向上翹嘅動作嚟嘅。咁呢一點咧，直接將氣流帶動去尾沙板嘅部分啦，以及將多餘嘅線條咧，可以係亂流咧係帶走嘅。咁其實咧，我翻查翻資料咧，其實佢哋話呢一個咁嘅線條咧，係根據氣流動力學去做嘅一條線條嚟嘅。咁我就唔知啦，大家睇唔睇得出咧？係啦，咁另外啦，最後一樣嘢啦，就係喺個玻璃窗嘅部分啦，呢度有個10週年嘅 logo 啦，咁呢度咧居然係有做到之餘咧，係有做到分件嘅。我起初都應該諗緊佢應該係嚿實心件，點知佢係分件，形成到一個鏤空嘅設計啦，做得非常之靚仔嘅。呢度我覺得好欣賞啦。咁最後一樣嘢啦，咁我亦都冇諗到現代咧嚟到今年呢一個2023年嘅版本咧，大家如果睇翻右手邊嘅圖片咧，就會見到佢尾翼方面咧，22年、21年嘅圖案咧，即係嗰隻尾翼咧比較笨拙啲嘅。去到23年嘅版本咧，就會有更加唔同啦。咁多層式嘅結構設計啦，大家可以見到啦，係多層式嘅結構設計啦。咁呢一隻尾翼咧，好多人都講話係抄呢個 Toyota 嘅 GR Yaris 嘅呢個Rally 版嘅呢一個設計啦。咁其實有啲似嘅。咁我睇翻資料啦，就真係多層式得嚟咧，又可以營造到多餘嘅氣流，增加下壓力，同埋令到尾部嘅穩定性咧係提高咗唔少嘅。咁呢對翼咧絕對係功不可沒啦。咁但係咧有一點就係話，支架嘅部分咧，我自己咁睇啦。如果下次呢度可以做翻幼少少咧，成個支架嘅部分咧就會更加靚仔啦。咁好啦，我哋又睇下車尾嘅部分啦。好啦，嚟到車尾嘅部分啦。咁其實整體嘅車尾結構方面咧，亦都抄咗我叫參考啦，攞咗唔少 Toyota 嘅 GR Yaris 嘅呢個 Rally 款嘅尾部嘅結構啦，包括係尾翼嘅部分啦，兩邊後沙板嘅呢一個我哋叫後沙板伸延至尾泵把結構咧，係有類似嘅設計嘅。咁呢度咧可以睇得出佢係做咗好多唔同嘅我哋叫做起角嘅設計啦，令到下壓力嘅線條咧可以得到最大化嘅幫助嘅。咁結構方面啱啱都有講啦，採用咗多層式嘅設計啦。咁最後一樣嘢，尾燈咧呢一度咧做得相當唔錯嘅，又上到顏色啦，精緻度十足。我亦都咁樣講啦，喺個色彩濃度方面嘅一致性咧，
係非常之好嘅，因為呢一架車好老實講一句啦，要做到佢個色彩濃度夠 sharp 咧係唔容易嘅。點解咁講呢？因為喺整體嘅一啲我哋叫做幾何結構嘅部分啦，淺藍色同埋深藍色嘅一個對比方面咧，要做得夠靈活得嚟，即係我哋叫做咩啊？銳利啦，同埋一啲位置啦，要點樣去做呢？咁可以睇到 Mini GT 做整體嘅做工方面嘅紮實度啊。咁啊，大致係咁啦。咁我哋打開個內籠去講下啦。好啦，嚟到內籠嘅部分啦。咁其實內籠方面咧，第一點當然值得留意嘅就係呢個後備胎啦。咁其實咧，外殼嗰方面咧，已經係大部分嘅地方已經遮蓋咗後玻璃嘅部分啦，以及兩邊嘅尾窗嘅部分啦。咁但係咧，Mini GT 居然喺呢一個位置咧係有保留到俾你嘅。咁第二點啦，基於咧其實用上咗呢一個我哋叫做防滾架嘅部分啦，大家會睇到咧越野賽車同埋普通我哋叫漂移車嘅骨架方面咧，密度啦以及整體嘅粗度咧，係比起過往嘅一啲漂移車啦或者賽車方面嘅支架咧，係嚟得更加之密而且大嘅。因為要承受，大家如果有睇越野賽車咧，當佢一反車，真係唔講得少個人，真係會死人嘅。真係如果上面個頂，即係就算個頂塌咗落嚟，呢個支架咧提供到100%嘅保護啦，可以咁講啦。咁整體嚟講咧，呢一度 Mini GT 做得非常之工整嘅，冇任何溢出嘅部分啦。咁另外嚟到車胎嘅部分啦，即係嚟到前面嘅座椅部分啦，咁大家可以見到兩張痛意咧，係包裹性方面咧可以話一流嘅，用翻 Recaro 嗰款凳啦。咁整體嚟講，因為我就唔搞啦，因為要甩咗個支架方面呢啲要全部斷開晒，我就唔搞，淨係做咗少少嘅點綴啦。太尺機嘅部分可以見到嘅。咁啊，呢度我做咗少少嘅銀色點綴位啦，因為咧基於佢全部個地方全部拆除晒啦，所以中控台嘅部分咧會較為再簡潔嘅。咁啊，透過呢一樣嘢咧，可以睇到基本上拆得嘅就拆啦，咁同埋基本上所有聽到嘅嘢都入晒聲咁滯噶啦。嗱，從呢一個角度咧就可以清楚見到部分嘅設計會係點樣啦。咁啊，大家咧都會睇到其實Mini GT 咧喺越野賽車入面嘅範疇咧都做得越嚟越精密啦。所以今集嘅可購買指數啦，咁啊相信一定係越野車迷咧就一定不容錯過嘅一個款式啦。咁啊，今集嘅可購買指數咧，我俾佢9.5分嘅。咁啊，今次可以話喺整體嘅車身結構方面咧，係不惜工本去做啦，由內到外睇到出佢哋嘅誠意啦。咁啊，尾窗嘅部分亦都有做到分析設計啦，咁相當之唔錯嘅。成品方面亦都大家可以有目共睹啦。咁當然啦，如果日後可以喺尾翼嘅部分做少許嘅改良咧，成件事就會更加之靚仔啦。大致係咁啦。咁我哋去做總結啦。好啦，咁大家已經睇晒成部越野車啦。嗱，咁其實咧我自己就點解會去買呢部車咧？因為其實我對於寶馬之父所創造出嚟嘅產物咧係非常尊敬啦。大家如果有了解到其實i30N、i20N 都係 N 部門，其實係寶馬之父所創造出嚟嘅嘢啦。咁當然一定會支持啦。咁啊，大致係咁啦。咁大家睇到Mini GT 喺整體嘅做工方面有啲咩進步嘅地方啦。咁如果你覺得呢條影片好嘅話咧，希望你可以俾個 like 我啦。最緊要俾留言話俾我知你嘅諗法。最後歡迎你訂閱我個頻道。咁我哋下集見啦，拜拜。